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钟道和。中国每一次在国际上面欺负人，只会有一招，它永远就一招，叫做经济胁迫。过去谁吃过亏？我们台湾吃过亏，韩国吃过亏，美国吃过亏，欧盟也吃过亏。但是最怪的事情是，那为什么在这次中日大战里面，日本却完全没有退？看到这是今天产经新闻的标题，他说，尽管受到中国的威胁，台湾的经济成长率仍超过7%。日本能从台湾与中国的脱钩学到些什么？这代表什么？他们知道跟中国脱钩是不是有可能？是有可能的，而且活生的例子就摆在眼前。这个例子就是我们台湾。这你就看懂一件事情：为什么今天赖总统在接受纽时的专访上面，他除了讲半导体跟美国的合作之外，其中这一句最受大家的关注。他说，希望习近平将焦点放在改善人民生活，而非领土扩张。台湾也愿意与中国共同合作，解决其面临的经济问题。这代表一件事情：现在中国内部对于习近平来说，最大问题就是经济问题。这个经济问题让他不得不跟日本强硬到底。好，我们现在接到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好，这位是资深媒体人吴正峰，大家好；好，稍后还有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会加入我们的讨论当中。所以，世聪，除了我们台湾吃闷亏之外，韩国吃闷亏，美国吃闷亏，欧盟有吃闷亏，但是日本这次有没有？日本这次也进而来啊，进啊，但是完全不会怕，因为我刚刚讲，现在日本醒过来了，原来是可以这样子脱钩，可以这样断开。我们台湾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了。对，没错，这一次呢，日本呢意外的对中国强硬，到目前为止来说，中国都不知道怎么下台阶。过去的中国的这个都认为说，我这样弄出来的时候，日本一定乖乖的让我面前来爬，就这次没有。那你想说为什么这次没有？第一个，因为呢，目前为止日本人慢慢觉醒。为什么慢慢觉醒？因为他们发现到说，没有错，中国老是都用这一招霸凌别人嘛。他霸凌过台湾，霸凌过很多国家，澳洲啦、韩国啊，什么都霸凌过。可你看，事实上对他们被他们霸凌之后，好像日子也没有那么的难受。对，为什么？他想看台湾。台湾不是就最常被霸凌的吗？你看，我们从2016年蔡英文总统上来，已经被弄成什么样子，连观光客都不来了。我们被霸凌的多惨啊！对，然后忍了多久？对，然后这个凤梨说不买就不买，什么农产品、水产品不买就不买。好，这样的状况之下，台湾有怎么样吗？好像没怎么样嘛。所以你看，产经新闻就弄了一个报道，这报道里面就说，尽管受到中国威胁，台湾的经济成长率能超过7%，我们今年经济成长率超过7%嘛，对不对？日本能够从台湾跟中国的脱钩学到什么？好，那我跟他讲，为什么这样讲？我跟他讲，今年台湾的经济真的非常强劲。那我们的今年的，如果我们的这个名目的这个 GDP 啊，人均 GDP， 我们今年是可以有机会赢过韩国跟日本的哦。所以呢，我们已经跟中国断绝了往来，从2016年到现在为止啊。所以日本当然觉得很奇怪，还是可以学到东西。对，所以也就是说，脱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说你要有应对的这个措施。对，好，那我们就讲，所以显然日本这一次呢，我们台湾的这个过去几年来的这个上的这个教训，或者我们过去几年的经验，给日本上了一课。钟哥，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今天我们赖总统这个有去接受了纽时的访问。对，我刚特别讲到一段，赖总直接点出中国经济现在非常非常差，就是因为经济非常非常差，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现在只能硬起来，它只能硬起来之外，第二是什么？他的经济胁迫其实没有什么用。那个赖清德总统里面有讲到一段话，我觉得蛮值得大家好好去省思的，就是说台湾今天能够跟中国脱钩，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台湾有保持住我们自己的竞争优势。我怎么这样讲？他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说2000年左右的时候，当时台湾在发生了，因为我们知道当时台湾的晶圆制造代工要去中国大陆嘛。你知道当时的时候，中国大陆是怎么样又挖角台湾吗？中国想要这个台湾的最先进技术，你知道当时我们台湾的台积电的张忠谋董事长，还有曹兴诚董事长都有登陆去，那到中国去，送到中国，中国是各个省市代表用最高规格迎接他，然后他张忠谋他们老家在宁波嘛，说哎呀你赶快回来，你是我们宁波人，你要回来我们投资，这样让他告老还乡。对，当时台湾这个要求登陆的这个声音非常大，可是当时我们政府就说不行。我们一定要用所谓的N-2，就是说我们最先进制程的2代之后才能够去到中国大陆。那因为我们当初有这个限制嘛，所以后来2003年的时候，台积电啊、联电什么一大堆都去了之后，我们台湾始终保持跟中国的这个技术领先，这样才有我们今天的晶圆代工啊。
否则当时如果真的大家都一窝蜂去了，没有限制之后，台湾今天就没有所谓的护国神山。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你看产经新闻说，由于一系列的政治变化，进入中国市场的公司的重要性在显著的下降，中国的风险正在增加之中。对。然后这个受访者就说，中国很容易修改法令来获得讯息，因此我们无法安全的展开业务。你看，他们有国家情报法，国家情报法要求什么？就是说，你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义务要为我们国家获取情报嘛。对。那你看，假设我是日企，我到那边投资，中国就说，麻烦张兆和先生，你把他的技术拿给我。他连资料全部都要给出去。对啊，还干嘛？技术的转移都来了。那这是国家的要求嘛？国家情报法就这样子嘛。所以他就说，不行，我们这个很多商业秘密搞不好到那边都没有办法。所以他就说，我们现在要考虑因为而且中国现在经济放缓嘛，那房地产也不好嘛，我们考虑把这个业务多元化到什么越南还有印度的这个状况嘛。好，那我们就讲，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日本呢他们在海外的生产基地，还有他们的市场，还有他们生产基地的这个相关状况，就是生产哈，然后这是这个贩卖，就是他们的市场哈。如果当今天中国不管是生产，不管是贩卖都在降的时候，其他的地方已经慢慢的起来了。你看到像越南过去只有多少？来，你看到这个4.2而已，对，现在你知道5.2了，是有没有？它甚至3年的部分也达到2.6，等于是说这个数字完完全全它已经在跟中国一直在断开，我不要跟你玩了。对，其实我们看这个数字来说话，中国是降的最明显的。你看这个中国的这个生产基地从23.8降到16，降了7%，然后中国的市场从25降到12.3，几乎是腰斩嘛。所以这告诉你说，其实呢，目前为止来说，日本厂商已经开始把生产基地跟市场都往中国往外移了。好，那么讲，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动作呢？因为很简单，因为这个所谓的中国真的是没有所谓契约精神嘛。我们最近不是在讲到吗？滨崎步。连滨崎步都已经跟中国打好契约，说，我们可以唱歌，开个演唱会，结果你要说中断就中断，对不对？那你看搞到什么？连 CNN 都报道啊，他说什么？这是睽违10年再次在中国大陆唱歌啊，然后但是呢，主办单位告诉 CNN， 警方在开始演出几个小时，这个到达现场，提出一些无法达成的条件嘛，对，那导致演出无法进行嘛，那干脆在没有任何解释之下，主办单位就说，那我只好进行取消动作。好，那这告诉我们什么？你看哦，这是什么？这个中国外交部是说，请你去问主办单位，对，好像把他们政府的关系撇得一干二净。但是 CNN 的报道是警方来啦，那警方是谁？警方不是公权力吗？对，所以他就直接跟你讲是警方介入。这个中国外交部说，请你去问主办单位，没有嘛？你就是自己搞的嘛。好，所以你看。这个中国的很多粉丝就开始讲了，他说我希望限制这个日本演出活动，官方理性一点处理啊，而不让我们普通民众成为第一波受害啦。他们不应该利用这个舆论盲目的这个煽动这个中国人的盲目反日的这个情绪啊。所以今天滨崎步这件事情是。中国已经惹了一群人，是这一群人那个怒会很凶悍。对，没错。事实上，这种所谓追星族，他们都是对所谓的星啊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向心力。滨崎步这个睽违10年，对，来了中国，我等了10年，或我等了20年好了，是我好不容易买到了票，我人都去了，是你说停，你就停，对，气炸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这个是滨崎步，他在这个之前的演唱会的时候呢，他在外面签唱。就是签一些所谓的他的这个签名，你看他拥有非常高人气啊。抵达机场的时候，或者在下大的饭店里，就好像有点我们在追黄仁勋的感觉。那很多人都签了，那你还有大牌的，对，还有粉丝说我签到了，我用这个 CD， 你看很明显是拿 CD 嘛，对 ，CD 上面签了滨崎步名字，说我在20几年前的时候是因为这个唱片认识了滨崎步，我们也是他的年纪大概跟我们差不多，我们也是20几年前认识了滨崎步，然后很多人就拿到滨崎步的照片，你看这个手机里面拍，就觉得很感动。这么多人，你看这么多人啊，对，那你看你这一次无缘无故取消，你说会不会惹怒这些粉丝？当然会嘛，哈。那么讲是这些粉丝来说非常生气之外，好，他还有高人气之外，你看这是一个大叔。这个大叔可能年纪比我还小一点点，但是跟我们可能同个年龄层哦。他哭了，对，他在北京的演唱会，因为北京演唱会有成功举办嘛，他是在之前嘛哈，然后他就在那边哭，为什么？因为他看到滨崎步这个缓缓上升的时候，他觉得非常感动，好不容易他终于可以亲眼目睹到滨崎步在这边唱歌，而且他的脸上还特别去印了什么滨崎步，对，就是这个铁粉，是，所以这种铁粉被中国弄的时候，那个怒
会加倍奉还的。所以我才跟你说嘛，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中国这一次的强硬的处理这个滨崎步的事件来说因为原本就是一个演唱会，是个软性，但是你硬是把政治问题扣到上面去的时候，其实大家就反而说你中国这个处理是不当的哈。那我们就讲，那到底呢，日本人会不会怕中国的抵制呢？我跟他讲，真的会怕。为什么？因为现在京都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了。人间地狱？对，什么叫人间地狱呢？就是人太多，他们觉得受不了。他不是被体制吗？不是人吗？是人太多受不了。你看，这就是现在的画面嘛。对，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刚好是这个京都这一带，刚好是在这个枫叶旺季，所以我跟你讲，中国人你有没有去没差啦？你看这京都的锦市场。还有京都，我们如果很多人要去看枫叶的时候，都要挤公车。现在公车根本挤不上去，所以你要他们还说清水寺都满的，这一条街上2连板，到处都是人。这个京都每一所在地，每一个枫叶的这个名所，或是很多地方，全部都是人。好，那你看到处都是人，他就说，你看他们说简直就是人间地狱啊，对不对？他就说在奇缘那一带，你看里面都是人啊，满满都是人啊。他就说真的挤到根本完全他都挤不上去，然后公车里面来说也是满的。对，然后还有一个日本媒体，我觉得他非常有意思哦，他就到你看，他说京都分散观光呢，他是不是能够解除？他在那边这个报道，你看报道的时候呢，他说什么？他就说，根本就是人很多的一个状况。你看，到处都是外国人来到这边玩的这个状况，那弄这个所谓人力车的一个情形。对，那这么多的人，好，那这个记者他就在采访就是说，他原本一开始的时候在那边讲的时候，出来把这个镜头拉远的时候，赵尔你可以注意到说，他其实人就已经消失在这里面，因为人实在多到非常多的一个情绪。对，所以我跟你讲，这就是日本目前为止的这个状况。这个观光客，你日本没有来，这个中国人没有来的时候，其实他们之前也说，只要日本人平均呢多玩个1次2次，其实就可以完全抵消中国的这个影响力。所以根本这个观光客的这个威胁已经没有办法影响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除了这个之外来说话，那这个其实呢。这个日本的媒体报道里面还有说到一个，就是说为什么中国对这个日本采取这样的态度的时候呢，是在宣泄国内民众对经济衰退不满的这个情绪。所以当今天日本根本没有伤的时候，对，他们就搞不太懂一件事情，你中国怎么会这么的硬？好，他们真的派人去了中国看，对，你到底发生什么事？对，结果他竟然得出这个结论，对，他说是不是在宣泄国内民众对经济衰退不满的情绪？因为你经济太差，对，如果你软下来，你在国内真的不用混了。对，就是现在要把他们转移焦点，从经济的糟糕转移到民族主义去嘛。好，那为什么他这样讲？他说你看啊，他们到中国去的时候，全部东西都在打折。包括说，你看原本的这个水要2块钱，现在1块5人民币，对不对？然后大概30块日币，然后牛肉干是半价，然后有些饮料都7折。他看随便看都是这样，对不对？全部都是打折，对不对？那甚至他就说，他还搞到什么？他说他们要吃这个早餐的时候，照合3块人民币，3块人民币你乘以5，大概是15块，他们就说大概是70块这个日币。他上面写什么？6种美味任你喝。对啊。这么多餐，这么多种选择，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这就是你看这些现在的所有的工人啊，都涌向这种低价的这个状况。对，那甚至还有一个记者呢，他去这个类似我们台湾的自助餐这样去点餐，他说我的盘子装了满满，你看他的菜这么多，你看哇，这个饭也是非常多啊，然后还有这个肉啊，然后几个道菜，还有这个汤哦。他说这样来说才400日币。400日币来说，我们乘以0.2大概是80块啦。事实上，如果以这样来说，在台湾80块，都算很便宜啊。我们现在台湾的自助餐，你点了这么多肉，台湾卖这个80块变什么佛心店家，会上新闻的。你在台湾这个自助餐至少太佛了，至少可能要200块以上啦，对不对？你看还有水饺对啊，所以我就说，你看这就是这样嘛。所以他这个记者来说，哇，简直太便宜了。所以这样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真的不好。可是我就讲，那中国他们现在禁止中国民众出去到日本玩，对不对？但问题是赵和。你想不想到日本玩？他们还是想啊。那想的话，那怎么办呢？他说 ：“Market， 你没出国，马来西亚有得跟日本一样的体验。”真的假的？他们现在就开始，你看成都的这个新津区这一带，就有一个叫做北海道的风情街。等一下，我现在这个画面不是北海道吗？不是哦，不是札幌哦，这是在中国。对，他还用札幌的街，对，还有北海道，然后还真的有这个北海道的感觉哈。连路牌都有对，他还用这个路牌，我看着这个路牌，我真的快要笑死。旭川富良野，还真的弄得煞有介事，你知道？然后你看他所有的餐厅就是用日文的招牌，
然后这样还用这个日本的这个招牌，这样我都觉得蛮像在这个。它上面还有东西是在喷血的，为什么？那就是要营造一个真的很像是北海道的感觉嘛。好了，以后真的，然后就你看这个温度不够，说没关系，我们马上再造雪，这个造雪的看起来更像有北海道的风情啊！对，这样好像是大鹅毛大雪的北海道。这哪是雪？那是泡泡机吧？我看起来我都觉得，那还要用 Family Mart 等等啦，可能还要包括说像 Lawson 等等的店啊，和北海道的店这样子。包括你那边可以吃汤咖喱，然后你看还有类似情书这样子的这个中岛美穗的这个照片，你会觉得这看起来还真的蛮像日本。中国人也太可怜了。对，然后不能出去，然后只能去测。对，然后网络上有教战手册说，你70块里面可以到里面来说话，你可以选什么饮料，然后这里面来说北海道小屋还有什么这个 Christmas 的这个布景各式各样，还有人在交战。好，那你看还有人就说什么，这是精神出国的新尖端，就是我们用精神出国。好，那我就讲，好，那搞到什么程度？搞到我就说中国你一直怒啊，怒到人家，我就说边际效应已经递减了嘛。你看国防部，除了外交部之外，国防部在说，日方敢胆越雷池一步了，给自己招惹事端，必将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我们要画上新的红线。哇，讲的这样子，那人家网友在那说什么？红线太多，以至于说已经变成是个红地毯了。红毯，对，就已经织成太多了，已经织成一个红毯了。好，那出来你看，他现在已经越雷池一大步了，大家都讲嘛，好，网不出啦。好，那就说，给日本的成语不多了，因为能用的都用了。你看什么付出惨痛代价啦，你胆敢越雷池一步啦，然后什么八宗罪一大堆，全部能够用都用了。对，所以我在想，显然中国民众自己也觉得说，好了啦，不要再闹成这个样子了嘛。好，所以才说，那现在好，你中国要继续这样没关系，反正日本从台湾的经验也学到很多，所以才说台湾的经验其实可以给国际社会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教训。果然，我们刚刚特别讲到一件事情，现在中国的那一招老套那一招经济胁迫完全没有用了，尤其什么？现在日本完全醒，之前不是说你把这个日本的这个所谓的航班断了吗？结果没想到日本你可以看到日经新闻，我们之前每周说中泽科是很懂中国发生什么事情的人，他点出了一个事情，你说你把你的这个航线断掉，不对，为什么？你根本只有断关西的。你羽田断了没？没有断。心想为什么？原来你现在你中国的经济，你还是要去靠日本的。所以中泽科2这个研究非常有趣啊！大家我们本来一起都吓一跳，说飞往日本的飞机有40%被取消，有1900架次被取消了。结果中泽科2去研究发现，真正减少其实只有大阪、关西这里大概减少30%。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到处假札幌的札幌也被减少了，等于观光的减少了。但是有一个地方完全没有减少，是羽田机场。羽田机场减少少量航班，等于中泽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去玩的人，中国是可以把它减少了，但是含金量它反而没有减少。经济意义、经济合作或者是科技研发的，其实中国根本不敢减少，不敢断的跟日本合作。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我们把它摊开来看，整个日本其实有75%的日经22，也就是说日本最大的225家公司。75%头其实都在关东机场，都在这一带，还有整个金融研发中心的重镇，金融跟科技研发中心还是在关东这一站，所以它其实根本不敢断的跟日本之间的经贸合作、跟科技研发、跟相关的技术合作根本就没有断，只是观光客他不允许他过去的。然后再来更妙的事情，所以这样看起来中国人真的很可怜。你出国玩就成为我的牺牲品，但经济不能断的。对，你把整个数据摊开之后，你就发现真相原来这样啊！再来，我们再把一个东西摊开来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很有趣的故事。亚太师长刘劲松不是很嚣张吗？结果他现在不是跑去大连去抱日本业者吗？拥抱他，希望你们不要走，以后好好合作嘛。但是我们真正把它摊开之后，才发现真的反而是。中国离不开日本，它没有日本还真的不行。但是日本要切开，其实是切得开的。为什么？我们把它摊开来，大连最大的日商，把几家把它拿出来看之后，知道，原来他去建的可能是谁？TDK 的大连公司在这里，还有尼德科的马达系统，两个背靠背，两个都在大连的技术开发区里面。啊，这些公司在中国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刘劲松要特别去拥抱大连的日企？我就告诉你，中国电动车现在不是要做一些事情吗？跑得比法拉利还快，结果里面用的马达竟然就是大连产的、尼德科产的啊！通
电不是要充得快吗？要闪充，现在5分钟号称可以充400公里，结果整个电源管理系统或者是功率半导体，就是一定要用这么大的电流，一定要用日本罗姆半导体的相关的电源管理系统。还有再来是它电那么大的时候，回充电的系统用的是日本电装了。还有再来，你电流跟电跑得这么快，你的电丢流量非常大，那一定要用日本的 TDK。所以简单的讲，大连是中国电动汽车的一个核心关键。对，好的东西都在这个地方，难怪他那么紧张。他以骂完日本外交大臣的外交人员的时候，他赶快跑去安抚日商，因为这也太丢脸了吧！因为你跑得快、跑得久、充电充得快、电流跑得大，都需要日本的关键零组件。那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们都说全世界电动车，真的摊开来看，中国确实了不起，卖的真的多。第1名现在是比亚迪啦，但前几名中国包办的6位，你看哦，比亚迪、吉利、理想、广汽、问界，6个。通通包了，前10大品牌有6个嘛，市占率高达70%。那我刚才讲大连尼德科到底有多厉害嘛？我们把尼德科摊开来看嘛，它做了叫做电动车的驱电系统，我们简单讲叫做马达，它把很厉害哦。日商其实非常把核心技术，它不是单纯做马达，它把逆变器啊可以充电的回充电的系统跟齿轮跟减速器跟马达弄在一起，做的又小又有马力。结果谁在用？吉利汽车也在用，广汽也在用，还有整个中国一汽系统也在用。那出来车是多厉害吗？这一台就是吉利汽车，号称极客，它用的就是尼德科的200 kW 的马达。那它可以做到什么地步？人家马达925匹，那马力达到925匹，从0到100公里2点多秒而已。哇，这么厉害！秒杀法拉利，在中国多厉害吗？秒杀法拉利，结果用的其实是日本人的马达系统，就是大连生产的。所以你说，中国电动车包办全世界前10，可是里面的核心零组件，日本系统它离不开日本嘛？自己做了会发生什么事情？欧盟的最近的所谓的电动车的维修机构叫 EV 的诊所，他就提出一个警告，他发现一件事情哦，一样是电动车的电池，而且都国外品牌，特斯拉在用的 LG 的电池跟松下的电池，美国生产的，结果他发现，中国产的电池有可靠性的问题，你要非常小心。什么叫可靠性的问题？就是南京厂的 LG 生产的电池，用在特斯拉的汽车上，跟松下在美国市场产的电池两个一比，竟然有一个很有趣的数字就出来了。美国产的是跑40万公里，中国产的竟然跑24万公里，一样都是国际品牌哦。但是完完全只有它的一半，同样的东西，同样的特斯拉车子搭载之后，在欧洲的发现一样是的结果就一定要往下追嘛。问题出在哪秒？往下追的时候才发现，它的电池芯会内阻会普遍变高。那我们简单讲，很容易变热，就是开久很容易变热，所以电池芯容易过热，输出功率会下降，你就越开越没有力，再来续航力会衰减。那再来就会发生什么问题？你看电池越开越热，再来将它就安全疑虑嘛。那你要修的时候就发现，人家松下的电池可以找出问题，修一个电池芯，因为电池一整组的，结果如果是中国制造的，你还没有办法整组都要换掉，也太烂了吧！所以寿命就明显减少嘛，跑40万跟跑24万，所以他就讲还会烧所以如果是中国制造的，你就会损失高达2万欧。你买同一辆车，如果你今天买的是特斯拉的中国产的电池跟美国产的电池，对不起，你要亏2万欧，这叫灾难式的设计，你根本而且会有很高的故障率，等于你买到就可能买到柠檬车，中国制造的就是真的有问题。所以中国布勒克自己也讲一句，财经布勒克自己也讲出一个实话，这是这2天墓碑科技他讲的，其实日本人真的到了中国反而是个噩梦。什么叫日本人到了噩梦？到中国是噩梦。本田汽车如果把它最经典的卡布摩托车跑到中国去生产，结果品质都会下降。一样嘛，就我刚才讲的 LG 的电池，其实咱看过那个品牌嘛，所以它的品质就往下降。反而是如果本田汽车离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事情？你才发现本田才是中国汽车传统汽车的供应链的核心，发动机的技术其实是人家教你的，那无段变速的 CVT 的技术还是人家教你的。好，这个其实就告诉你一个真相，说，其实是中国高度依赖日本的汽车供应链嘛。老师，现在中国市场被看破手脚，我们刚才在讲，你用经济胁迫的方式，台湾人都懂，日本人也醒了，全世界都看懂，你已经没有什么招，而且现在遇到最大的点是什么？
你说从滨崎步这里面完完全看得出来，他惹火的不单单只是喜欢滨崎步的歌迷，他连年轻一代的滨崎步歌迷，你通通都招惹了。我只能说，中国真的是非常笨哦。为什么呢？这几年来，他之前不是因为韩国去部署什么萨德系统，去搞乐天集团吗？对。然后因为日本这件事情，从2012年的钓鱼台国有化的事情，又去搞日本企业吗？那你这个招数这几年来其实都没有变呢，都是这样子啊。所以其实在这几年当中我其实接触到很多韩国的团体。日本的团体都来台湾干嘛？就来取经，来干嘛？来学说台湾怎么面对中国的压力之下，还能够这个企业能够这样活下来。所以其实他们都已经在部署什么新的策略、新的战略。我干脆不要跟你中国连带关系，我干脆移到东南亚去，干脆移到印度去。所以其实这几年来早就已经在转型了。而现在来讲的话，其实中国现在有一点误判了，什么误判？他不要用以前那种观念来看待现在的中日关系或者中韩关系。为什么这么讲呢？你从滨崎步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年轻人他们现在对于日本的哈日文化，事实上来讲是很多是希望跟日本交好的。对，他们这一代早就已经很多都忘记什么以前什么南京大屠杀。为什么最近中国要推那些电影出来给大家看？其实就是要大家不要忘记。问题是，身体是诚实的啊。我在享受跟日本之间的这种科技上的交好，或者是所谓的商业上的交好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其实是受益了。我曾经遇到一个中国共产党官员他在我面前来讲一直在骂日本，骂完日本之后，后来看到我拿了一个热水瓶出来，是日本做的，他说那是日本做的，非常好用，怎么样之类的，讲的比我还更详细，更了解了，更了解日本的这个产品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身体是诚实的，对，我需要用到日本的这些东西，因为日本的品质好，比他们中国大陆好太多了，所以他们不信任什么淘宝的东西啊、天猫的东西，不信任什么这些产品，但是他们要的是什么？日本高品质的东西。对，所以你看到中国如果误判下去，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有一种被剥夺感。我花了大笔钞票，然后我去买了一张演唱会，结果你给我取消掉，然后我以后怎么办？我说不定那是我半年的积蓄为了要看我一睹我的偶像这样子，所以他们那个激愤只是现在藏在心里而已。所以我就认为，中国如果政府操作不当来讲的话，他的民主主义可能反噬过来会吃掉共产党的这个执政的合法性的，因为是什么？你搞大家。然后现在大家有一个人会跟你保持距离嘛，离得远远的嘛。我日本现在开始来讲，其实他我讲过，从2012年开始，因为连中国的餐厅都有一个招牌出现，叫做什么？日本与狗都不能进来。对，这个是很侮辱日本人，所以当时日本人就想说，我跟中国开始保持距离了，很多都移到东南亚去，移到其他国家去，就不跟中国做生意。所以现在其实中国在这10多年来没有进步，他还是用老招。所以大家为什么那个画红线真的画到下面的红地毯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你找不出任何一个新的方法来制裁日本。我们讲说制裁要有效，什么？就是比他厉害。对，他依赖你，但是现在要痛啊。对，但是问题现在日本不痛啊。对，搞不好说你因为这样子的话，我还可以跟美国输成说，现在中国跟我离得远远的，我们的供应链来讲是干净的，所以基本上我们没有跟中国眉来眼去了。这时候美国跟日本可以强化关系。经济成长当然一飞冲天吗？因为跟着美国的 AI 产业这样一飞冲天吗？所以现在来讲的话，中国这种做法是适得其反，把自己关起来，但是却使得周边国家大家都觉醒了。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